这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国产单机游戏的崛起。在夏日游戏节发布会上，黑神话悟空和影之忍灵一个头一个尾，在发布会上大放异彩。预告片里面的内容也是炸裂了全场。国产单机游戏真的有了牌面。黑神话悟空全新的 CG， 猴哥从耳朵里拔出如意金箍棒，傲然面对四大天王。影之忍灵交付成果的实际演示，手拿铁锤的机型 BOSS， 较为双刃且灵活多变，神似青钢影的 BOSS。就在去年，影之忍灵曾凭借一则黑暗武侠风格的预告，惊艳了全球玩家。唐横刀、血滴子。这些只有在武侠电影里面才能见到的武器纷纷亮相，拼刀、弹反、飞檐走壁，一招一式，可以说真正的做到了和敌人打得有来有回，仿佛那个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江湖就在我们眼前。转眼1年的时间过去了，也到了灵游坊该交付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了。黄魔非常有幸收到了灵游坊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影之忍灵的线下试玩。那么今天黄魔就单纯以热爱着单机游戏的玩家的角度，跟大家聊一下这款值得期待的国产黑暗武侠之作影之忍灵。首先，影之忍灵作为一款国产单机游戏，在玩家们期待的同时，自然也会遭受部分质疑。黄魔作为一个普通的玩家，自然也会有这种顾虑。当我拿起手柄亲身体验这款游戏的时候，所有的顾虑也都烟消云散。就如同我去年试玩黑神话悟空之后的评判标准一样，黄魔个人觉得游戏整体质量的好坏，无非就是画面和音效的表现，战斗系统方面的武器、技能和招式，关卡设计和角色养成。咱们现在聊一聊这游戏的优点。首先便是画面，游戏的场景基调几乎都是阴雨天，绵绵不绝的雨水，加上泥泞的土路，整体的视觉效果颇有一种中国水墨式深沉黑暗的美术风格，就连周围的环境也被一层薄雾所笼罩，让人感觉到一种肃杀的气息和压抑的氛围。而在音效方面，以雨滴落下的白噪音为基调，玩家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刀剑碰撞的声音清脆且有力，再加上常见捅进极端分子身体内的入肉声，配合屏幕前脱颖而出的斩，让我有了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我这里放一小段观众视角，各位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至于优化和配置方面，制作人先是在 PS5 开发机上先为我们演示了一遍。据他所说，游戏已经可以在 PS5 上实现性能模式 2K 60帧，画质模式 4K 40帧，而我们试玩的玩家所用的 PC 版则是3080 Ti 的显卡，在 4K 全高特效下运行。总体游玩的过程里，还是会有一些掉帧和画面撕裂的情况。不过游戏毕竟还在开发阶段，后面肯定会做出相应的优化。那么接下来就是游戏的战斗和玩法。最基础的平 A 共有4段，重攻击有3段，玩家可以在平 A 期间穿插重攻击，实现名为杀气连招的变招，只需要相对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施展一套不仅让人眼花缭乱，并且附带高额伤害的帅气连招。但使用杀气连招就需要消耗杀气槽，杀气槽可以简单理解为只狼的驾驶条，格挡会消耗自身的杀气槽，长按格挡就可以自动抵御远程武器以及敌人大部分的攻击，但一味的格挡也会有被敌人破防的风险。敌人同样也有杀气槽，制作组更多的是鼓励玩家主动进攻，消耗敌人的杀气槽，只要对方的杀气槽耗尽，玩家就可以疯狂输出或是处决敌人。敌人血量较低时，同样也能够施展处决，而快速回复杀气槽的方法便是完美格挡和完美闪避。当敌人手上的武器亮起白光，就可以使用格挡，亮起红光也可以使用鬼步完美闪避，二者都会绕到敌人身后发起攻击。而在武器方面，玩家可以同时装备2把主武器和2件已知武装，切换不同的武器会施展出相应的攻击招式，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也能切换相克制的武器进行应对。每件主武器都有不同的绝技，只有完美格挡和闪避以及施展杀气连招才能积攒绝技所需的精纯杀气，也就是大招能量。每施展一个绝技都会消耗一个精纯杀气。而影之武装便是玩家们在预告里见过的虎炮，包括那个能够上演拿手好戏的血滴子，另外还有弓箭以及能够喷火的狮子头。也就是说，在游戏中击败特定的 BOSS 后，玩家就可以扒了他们的武器，成为自己的影之武装。每一件影之武装都有其独特的效果，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使用影之武装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杀气槽。总的来说，这款游戏的战斗风格更接近类似鬼泣和忍龙这样的传统动作游戏，战斗节奏通常都是在高频的攻击下进行。灵游坊很巧妙的将一堆复杂和炫酷的动作模组融合进了简化的操作里，这也有效降低了普通玩家的门槛。而在地图设计和难度方面，由于试玩的关卡只有第1关可以简单探索，后面2关都是单独的 BOSS 战，黄魔也没能深入的了解，整体有种宽线性流程的感觉。敌人的分布以及躲楼上阴人的弓箭手还是有魂类游戏的感觉。玩家在清完小怪后，这些小怪并不会立即刷新，而是在探索到另一个大区域之后返回才会刷新。至于难度方面，不熟悉的情况下会有一些难度，但在真正上手以后，比魂类游戏还是要简单不少。不过制作
人的解释是，我们试玩到的角色是在角色养成上面收集和强化装备比较全面的，所以会觉得没那么难。真正去玩的话，大多数玩家或许有些武器和装备都还没收集或是强化，正式版肯定要比试玩难上一些。那么接下来便是狂魔在线下单独试玩的流程。由于本次试玩的关卡只有3个，每一轮的游玩时长大概也就20分钟，多来几次熟练以后就可以尝试速通。第一关基本就是让玩家熟悉装备，先是光明磊落的暗杀敌人，再用弓箭处理掉凡人的弓箭手，随手再掏出机关虎炮将扎堆的敌人打残，这样处理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如果你非要从正面潜入，基本上都会被群殴。第一关的 BOSS 动作相对来说比较迟缓，持续攻击和完美弹反，很轻松就能击杀这个小 BOSS。第二关的场景则是在一棵大榕树下， BOSS 横刀队长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他会在你持续攻击的时候利用后撤步冷不丁给你一刀，被强行打断连招，非常搞心态，导致狂魔在速通比赛上当着一众游戏媒体和 UP 的面被这个小 BOSS 卡在墙角当场殒命。不过有一说一，现场的氛围确实不错，遇到难打的敌人或是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也会有热心 UP 主在一旁指点，打出精彩的操作也会有人一起鼓掌，也算是圆了一个被人围观玩游戏的梦想。而第3个 BOSS 便是手拿血滴子拥有半机械身体的昆仑叛教者荒行子。玩家第一次面对这个 BOSS 的时候，通常都躲不开他的拿手好戏，从而被当场秒杀。也不知道是不是 bug， 我在试玩的时候发现，血滴子套在玩家头上的一瞬间，玩家是可以按闪躲键互动的。不过结局就是身体是扯出来了，但头还在血滴子里面，死的也算是比较壮烈。应对 BOSS 第一招的秒杀也是有很多方法，玩家可以通过长影互动飞檐走壁，也可以在 BOSS 蓄力的时候拿出虎炮跟他一起蓄力。这个 BOSS 挨了一炮以后，通常不会立马攻击，玩家可以再次蓄满2次虎炮，直接把3发弹药打光， BOSS 开局就没了大半管血，只要上去一顿输出，就可以在极端的时间处理掉这个 BOSS。这便是试玩的大致内容了。既然说完优点和试玩的整体流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游戏的缺点。当然以下仅代表狂魔的个人观点。首先便是主角不在战斗的情况下，动作略显僵硬，刀剑碰撞的打铁声虽然比较明显，但不知道是不是高速战斗的原因，声音显得过于的脆，总感觉缺了一些打击感。而在和 BOSS 战斗的过程中，被 BOSS 打中的反馈并不是很强烈，导致玩家有些时候并不知道 BOSS 打到了自己，最后残血了都不知道。现场试玩的时候，也有博主被 bug 卡在场景边缘，考虑到游戏还处在开发阶段，出现 bug 或是不合理的地方也是正常。至于画面，可能是影之刃灵的场景基本上都是在下雨，整体的光影效果和质感并不是特别的亮眼，主角的头发甚至还显得有些粗糙，但瑕不掩瑜，这款游戏整体的战斗爽感确实很顶。目前我除了黑神话悟空，最期待的国产单机游戏就是影之刃灵。在试玩现场的时候，狂魔也和几个灵游坊的工作人员聊了几句，他们团队的人员其实并不多，好像也就40来个人，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统一意见以及节约成本，但这也变相的增加了游戏的开发难度。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款游戏的完成度，如果拿去年参加的黑神话悟空线下试玩做比较，影之刃灵的完成度其实并没有去年黑神话悟空的高，但游戏的基本框架肯定也已经定下了。灵游坊想必也会在后续采纳玩家的意见，将这些小问题一一解决，从而慢慢的增加关卡和 BOSS。我也对灵游坊有信心，相信这款游戏发售的时候一定会是一款高质量的单机游戏。只要灵游坊认真打磨细节，不说干掉唐僧师徒吧，佳作绝对10拿9稳。我也很荣幸能够看到咱们的国产单机游戏纷纷崛起，不久后我就能够再做一次齐天大圣，但我也想成为那个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大侠。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拥有无数款优秀的国产单机游戏，从而通过第9艺术来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